方才说过，无双城的人没有资格提起我父亲的名字，尤其是你，什么流水星云，破！什么宗师气象，破！什么天下无双，皆可破！此刻你杀得越凶，你便输得越快。你败了。你想要我用杀人术，可我偏不用。今日我便要剑胜过你。是他，你认识他？暗河执三鬼，苏沐雨。暗河，若真是暗河，那么这一切都可以解释了。剑长老，此话怎讲？难道说无双城与暗河还有什么牵扯？而且还与无剑城有关？城主不必多问，都是些过往事了。啊，师傅，剑仙有些控制不住了。他只是看到了值得一战的对手，想要与其一战。只可惜你尚且年幼，不然这样的对手确实值得一战。师傅，那该怎么办？不必担心，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安静下来。小无双，待你长大之后，一定要带他去找值得一战的对手。老城主，这是要败了。他本就应该败了，只是这一败晚了10几年罢了。若是当初败了，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。可今日败了，他便是真的败了。来了，老城主最强的一剑，成剑上九天，龙吟落黄泉。应是你落黄泉。结束了。玉如意，好纯粹的剑气。师傅，这剑匣怎么自己还会动？方才并不是剑匣自己动的，是你自己在不经意间催动了无双剑匣。这2天，我只是教了小无双一些基础的内功心法。方才那玉如意是否改变了下方的战局？使剑！我现在杀气已退，剑势不在。你若此刻对我出剑，我必败无疑。我知道，可我绝不会趁人之危，只希望公子能留我师父一命。留你师父一命？可你师父当年杀尽我无剑城所有人的时候，可曾想过留他们一命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师父当年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可原谅。可是我作为他的徒弟，又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师父在我面前被杀死呢？希望公子可以理解。而且我师父此刻已筋脉尽断，现在未死，也全凭身上那口真气吊着。
可他也活不了几日了。周公子，为何要出那最后一剑呢？一名剑客的死，并非肉体上的生死，而是剑心的存亡。刘云起的剑心已被我击溃，此生再也无法握剑。他已经死了。是。多谢周公子。其实我们见过。是的，当年共于魔教之时，我曾见过公子的剑法。可既然公子以卓越安之名前来，那你便是卓越安。我很欣赏你，你和你师父很不一样。你的剑法中没有太多力气，只是承载的过于重，无法让剑随本心，所以始终无法达到自己的最强境界。很多人都这样说过。既然长老们将无双城交付于我，我便不得不把无双城的荣辱都放在我这柄剑上。天下无双。听闻昔日曾有白羽剑仙救弟子于天启城的法场之上，离去之时，一剑斩落了上方的牌匾。那么今日，我若一剑将这4个字斩断，无剑城之名，定能重新名扬于江湖之上。公子，请不要妄动。7日之后，你我一战，若你败了，我便将其斩断。好，7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剑炉旁，我愿意看一看公子的剑。好。在这里开始就杀过去，还是？这里距离无双城还有几处关卡？第一次来，最后一道了。过了这儿就是无双城的城门。来了那么多次，第一次碰见这样的事儿。无双城，地位一天比一天差，马架子一天比一天大。兄台，你也是来做生意的？虽是生意人，做的都是江湖人的生意，一不小心掉脑袋的。我是个武器商，城里有座月霞铁匠铺，订了皮锤魂弩，这次来取货。巧了，我也是。有缘。有缘。来了来了，有人来了！终于来了！撤！撤！论武堂，问道四剑。这问道四剑，在无双城中很有名吗？哎，无双城论武堂年轻一辈中最厉害的4名剑客。据说呀，论武堂的剑长老专门挑了4名年轻弟子，分别代表剑道当中的轻、重、急、缓，想通过观察他们这4名年轻人的成长，创一门可问剑道之巅的剑法。所以这4个人被称作问道四剑。原来如此，剑长老的大名我倒是听过，这问道四剑听起来也有几分意思。吁！哎，图谋不轨这人长什么样来着？腰佩长剑，脸上还戴着面纱。在那里。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中间那小子，你留下，其余闲杂人等速速闪开。兄弟，惹事儿了？无妨，有劳兄台帮我带下马。不是我，行。你来无双城是做什么的？订了一把弩，到这里来取货的。可有人说你是来这做坏事的？谁说的？无双城城主大弟子卢玉宅，他拦我的路，想试试我手中的剑，我没同意。这便是无双城所说的图谋不轨。
你不同意？那他怎么说？你把他的枪给弄断了？想要断他的枪，还不必出我的剑。那我们呢？一起上。有几分意思。甲胄叶无袖。轻。重。急。便是此时。缓。轻重缓急，剑之四道。你有意见？剑之道，不可固步方寸之间，否则遇到真正的高手，就会一败涂地。什么真正的高手？我，便是真正的高手。玉树，瓜子就那么好吃吗？师傅，练剑就这么有意思吗？练剑并没有什么意思，但是我从小便开始练剑。若有朝一日不让我练剑了，便会觉得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吧？师傅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教我练剑呀？不吃瓜子了？莫急，你是天生良才，每一步的雕琢都极为关键。曾经我的师父对我说过，我是为剑而生的。我苦苦修炼几十年，可是比我晚入世的李寒一，都已经成为了雪月剑仙，而我却还止步不前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师傅，我看你天天都来这湖边，却什么也不做。难道这湖里有什么宝贝吗？没错。师傅，这可是……这便是我们无双城当中最珍贵的宝贝——无双剑匣。这个剑匣当中有13柄名剑，其中一柄名唤大明朱雀，乃名剑谱当中排名第2。既是无双，为何又不是第一？第一乃为天子之剑，大明朱雀乃江湖之剑，当然敢称无双。师傅，师傅，这剑呢？果然如此。我修炼30载，今日初到此处开启无双剑匣，可终归不是这剑匣选中的主人。天意如此。这剑匣不能随便打开吗？剑匣有灵，只有他遇到他认可的主人，
才会开匣出剑。让我来试试。可你还未曾习剑，别因我不曾习剑，说不定这剑匣就喜欢如白纸一般的人呢。好。师傅，这剑好漂亮。这便是无双剑匣中传说中的玉如意。师傅，刚刚剑匣真的为我打开了。玉寿，玉寿！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不让你来吗？我喝醉了，没听到。不是让昭妍告诉你了吗？我为什么要听一个小丫头的话？不过既然你不打算动手了，那我们明天去南安吧。为何这么突然？要去南安？刚刚来的消息，你相好的让我们去玩儿。说原话。苏兄，见信安。吾近日归南安城玉崇开药庄，目前已有良医看病治人，却缺药童捣药揽客。不知沐雨兄可有闲情来暂带几日？若沐雨兄无空也无关系，但切记别把昌河兄带来。邀请的只有我，乃我们。你一句话，去还是不去？可去，你也一起去。难道在他们那里，你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有用的消息？你觉得呢？这样的生活可真美好啊！安和的大事已定，你是不是该考虑一下你自己的大事了？狗爹，你又开始胡说八道！我觉得苏沐雨蛮好的啊，安和里面这些人啊，我看他最顺眼。可是我不喜欢他那样的，太轻了，感觉很没趣的样子。可能大多数女孩子会喜欢他那样的，看起来温柔，而且长相也很俊秀。但是什么？但是我更喜欢有意思的人，比如苏昌河那样。啊？那可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要武功有武功，要地位有地位，而且呢，人也很有趣，说的话别具风味，是一个很特别的男人。这个臭小子，你这个臭丫头！哎，狗爹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不能杀你，你是我的女，但我可以把苏长和那个卵子杀了。你等着啊，我马上回来。他可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苏沐雨只是一个苏家家主而已。为何狗爹你这么喜欢苏沐雨，对苏昌河却这么抗拒呢？苏昌和那个臭小子啊，功夫是高，但是一肚子的坏水啊！你要是嫁给他，爱欺负是小事，怕是一辈子要当寡妇啊！哎，应
英雄注定是要被你们这些俗人所误解的。我们家昌河呀，那岂是……没想到神医对我居然如此中意啊！不会吧？我对神医也十分中意啊。怎么来的人是你呀？那你希望来的人是谁？这个姑娘是？她是这个世间苏沐雨最在意的女人，她是和苏沐雨青梅竹马长大的好妹妹，她就是萧昭妍，来自安和的家园。去南安，那里有位神医，正好缺一名捣药的弟子。原来苏沐雨时常挂念的那位家园中的人，就是萧姑娘啊。小妹萧昭妍见过白神医。小妹，这么说，萧姑娘比我年轻了。敏感了，敏感了不是？你这小丫头真不会讲话。白神医才30，你怎么能叫姐姐呢？你应该叫她狗爹！在，给我杀了他！好礼！呀，往来跑！哎，直说！后劲儿！哎，打不着！萧姑娘，既然你来了，那么苏沐雨呢？啊，沐雨哥哥说他好像要去见什么人，没有与我们同行。不过他一会儿就到。见人？金龙一剑。萧峰，你先进去，这样我守着。多加小心，等我回来。父皇，很奇怪吧？你为何会在剑阁中见到蛊？这剑阁如此玄妙，想必我是入了什么奇门法阵。哼哼哼，你倒是一如既往的淡然了。看父皇的脸色如此康健，声音如此清朗，倒像是我心中的那个父皇。你很聪明，因为蛊只是你回忆里的那个父皇啊，是你曾经敬仰，到最后恨之极致的父皇啊。难怪啊，在我入阁之时闻到一股淡淡的檀香，看来我中的正是心魔幻阵，所以我的心魔竟然是父皇。旧案已平，往事已了，难道一切真的已经结束了吗？你依然放不下，为何那日你没有鼓足勇气，强行自己杀入法场，与朕彻底的决裂？我确实因为这个选择而自责。你恨蛊，当时恨，现在也恨，未来也还会继续的恨下去。旧案已平，只是琅琊王
不会再回来了，你失去的那些东西也都不会再回来了。杀了姑，杀了姑，就能了结你心中的愤恨。只有一死，才能换一死，这是你心中一直的想法，这也是你武功废尽，躺在暴雨泥潭之中心里的想法啊？不是。怎么？你害怕了？我曾经确实这般憎恨过父皇，即便是现在你已经做出弥补，但我还是恨。我恨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妥协。我父皇和琅琊王叔当年的选择是为了天下安稳，我只是抱有遗憾。我遗憾我父皇当年为什么不能勇敢一点，战胜心魔，拯救兄弟。既然过去犹如覆水难收，如果我未来遇到同样的问题，我当不留遗憾。你要杀了姑，我杀的不是父皇，而是我心中之魔。你的朋友们都为救你而死啊，你又当如何不留遗憾呢？果然是心魔幻阵。可惜了，以金龙破门，以剑斩心魔，可天斩剑还是拒绝了你。为何？当你以剑斩心魔时，我本看到你的天下之志，可心魔之后，却又困于情义之间。这样的人，如何应天？如何斩天？这是你的束缚。我的束缚。能握天斩之人，就不应有这样的束缚。若真是如此，那我也拒绝天斩。等一下，这么多年，你是唯一一个可以走到这儿的人，我愿意给你时间，再无渐进。他还能撑多久，你便还能握多久。没有谁能第二次进入这里，你可要想清楚。可惜了，对帝王而言，有些珍贵是无关紧要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说了这么重的声？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？咱们先能不能回答对方的问题？你在里面没有受伤。你看，果然是个不错的吉祥物。从这里出来，我就放心了。
前洛姑娘不容易啊，凭着一杆枪，整整为你坚持了3个时辰。3个时辰？可我感觉在里面才过去了半炷香。其中玄妙我也未知。只是殿下，这道门一旦关上，就再也打不开了。你此次举荐未成，与洛清扬一战，只怕是凶多吉少啊！此剑注定不归我。他所认为的束缚，却是陪伴我一路走到今日的事物。这与我的道相差甚远，此剑不要也罢。况且我并不认为靠着这样的道能打败洛清扬。既然打不过，殿下也可以退。退？我能退，天启不能退。我曾退过一次，后悔至今。所以这次我绝不退。不仅不退，还要比我那些朋友们先行一步。哎，师傅，雷无杰不是说今日要来问剑吗？怎么到了现在他还没来？他是在休养剑心，沉浸的时间越长，最后出的那一剑也就越强。所以现在对他来说，连一刻喘息的时间都极为珍贵。哼，拖延并没有用，3日之期一到，义父也会主动去找萧楚河。更何况，萧楚河也从来不是一个会选择退的人。有人来了。天启、萧瑟前来问剑。列国剑法，萧瑟带着9把剑来，竟是为了用列国剑。萧瑟选的剑都是1等1的好剑，只不过这9柄，谢先生觉得还够用吗？那得看这个列国剑到了哪一层境界。来的居然是你！你的那位拿新剑的朋友呢？新剑一瞬，应该留给最纯粹的比试，他无需来。我与你一战。列国剑法破风境，没想到此生还可以再次见到萧氏皇族占得天下之剑。荣幸之至，去往之何处？空将一剑行。再来！列国剑法确实不错，但只是破风还是不够。那就让你再看看这条金龙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萧瑟他也会无双城的飞剑术？不，这不是飞剑术，那6把剑只是为他的剑术所陈皮。我若是没有猜错的话，这是金龙镜。报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好一条金龙！金龙诀，果然不同凡响。我已出金龙，也想见见先生的国殇。如君所愿。
就是这一剑，无双就输在这一剑上。天时对息，威灵怒，炎杀尽息，气元也。对，你个老匹夫啊！在家躲了10几年不出来当缩头乌龟，自以为练成什么绝世神功就跑来天启城找茬，这事跟你有关系吗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问见天启，天启答应了吗？你砸天启城的牌匾，我们萧家人同意了吗？这不是雷无节的骂剑诀吗？唱什么悲歌？就你凄凉，就你苦闷，就你难受，天底下的人谁好过了？我呸！你个老匹夫，赶紧给我滚！谁都知道你是来找谁的，你那个师妹不也就够了？哼，这凄凉之意居然就被破了。你还不让我骂？我就骂你，我就骂你个没种的胆小鬼！喜欢一个人和他是不是天下第一有关系吗？有关系吗？我说够了！他把义父惹怒了，可这一剑，并不是凄凉，而是愤怒。我赢了吧？你很好，这么多日来，你还是第一个逼我用出这一剑的人。是李魂，他终于踏出了那座城。什么是李魂？凄凉剑最强的一剑，能出李魂，说明洛清扬已经入了神游玄境。剑心一瞬。小子，你这家伙怎么不等我自己偷偷跑来了？是想抢我大好的扬名机会吗？养剑3日，剑心一瞬，这一剑很强。但是你还有第2剑吗？天启四守护之东方卫，青龙雷无节，不退。天启四守护之西方卫，白虎击旋，不退。天启四守护之北方卫，唐泽，不退。天启四守护之南方卫，朱雀，司空天禄，不退。既然你们都不退，那就去死吧！轻轻蝶恋你，跨雨小天气。中学不完美语系，废话最讲断戈壁。初出茅庐青涩不客气，嗚呼展翅苍茫逝去。无所谓是个错综布局，有天机写青丝的谜题。起落困境里蜕炼出豪汉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成功侠义。画一笑便是灵犀高歌行万里。少年梦出浪一场，真心乾坤年轮。月光会曾遇伤痕，想闯荡才算人生。方寸间能将激昂情魂，破岁月多人。天涯凌云中所能是你我并肩又一生。
是剑仙洛清扬。我要问剑，可有不服？我要问剑，可有不服？是师兄来了。